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往生到了极乐世界，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绝大多数人都会说，当然是先去见阿弥陀佛啊。错了，你很可能见不到。不仅见不到阿弥陀佛，你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到，连他的光明都照不到。你会被关在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里整整500年。这座监狱就在极乐世界的边缘，佛经里把它叫做边地夷城。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讲一个佛教故事的，我是来告诉大家一个几乎被所有念佛人遗忘的《无量寿经》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真相。这个真相可能会颠覆你对极乐世界的所有想象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会生气。极乐世界不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吗？怎么会有监狱？你是不是在歪曲佛法？请大家先不要急着下结论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从东汉支娄迦谶最早的译本，到曹魏康僧恺最权威的译本，再到唐代菩提流支、宋代法贤的译本，所有5种汉译无量寿经都专门用了整整1品的篇幅，记载了边地夷城的存在。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更是单独列出了边地夷城第40，一字不差地保留了原文。这个设定不是后人的杜撰，不是祖师的发挥，是佛陀在法会上亲口对弥勒菩萨说的，是净土宗最核心最原始的教义之一。可奇怪的是，现在几乎所有讲解净土法门的人都只讲极乐世界的美好，只讲十念必生的方便，却绝口不提边的夷城。久而久之，几乎所有念佛人都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觉，只要我每天念佛，发愿往生，死了之后就一定能直接见到阿弥陀佛，立刻开始修行成佛。正是这个错觉让无数修行人吃了大亏。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遗忘了1000年的净土秘密。我结合《无量寿经》5种古译本的原文，谭鸾、善导、黄念祖等历代祖师的注解，还有真实的修行公案，从边地夷城的真实样貌形成原因，1000年争论，境界对比，出离之道，一直讲到我们现实修行该如何避免。这不仅是解读一部佛经典故，更是给每一位向往净土、老实念佛的修行人一面照见自心的镜子。接下来的内容环环相扣，每一段都有值得深思的道理，希望大家耐心听完，定会有所警醒，有所收获。那在正式揭开这个秘密之前啊，我想各位朋友先在评论区打一句，愿我莲开见佛，永离边的夷城，为自己发一个清净的愿，也为身边所有一同念佛的道友送上一份最真诚的祝福。好，我们首先从经文本身出发，看清边地夷城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为何又会被称作胎生七宝玉。在曹魏康僧恺所译《无量寿经》，也就是后世流传最广，被净土宗奉为正统的译本中，专门有一段文字描述这片境界。而更早的东汉之娄家朵译本、吴之谦译本则补充了城池规模、居住环境等细节，综合5部古译，我们可以还原出最完整的场景。首先说名称，世人常提3个叫法：边地、夷城、胎生，三者各有指向。所谓边地，是从地理位置而言，它处在极乐世界国土的最边缘地带，远离阿弥陀佛讲法的道场，不属于净土核心区域。夷城直指形成这片境界的核心根源，众生内心的疑惑。胎生是佛陀善巧的譬喻，并非指我们人间血肉胞胎。极乐世界全体众生皆是化生，莲花开合，神识化身而出，没有胎卵湿化的粗陋身形。之所以用胎生作喻，是取被困于内，不得外出，不见外境之意，如同胎儿居于母腹，看不到外界景象，听不到外界声音，以此形容众生被困城中，
不见三宝的状态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。民间流传被困在莲花包里坐牢500年是通俗误传，投生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：发愿往生之人依旧会入七宝莲池，依自身善根与愿力，从莲花中化生而出。莲花盛开的那一刻，便是分界点，信心纯粹，愿行真切之人，莲开见佛，直入净土圣众行列。心存疑惑之人，莲花化身之后，便置身于一座纵广2000里的七宝大城之中。城墙坚固，自带一层无形屏障，城内一切物资极尽圆满。经文中记载，城中供给饮食、衣服、床褥、华香、祭乐，堪比转轮圣王的享用。世间帝王的荣华富贵与之相比不值一提。在这里没有衰老、疾病、死亡，寿命绵长。500年的时光里，物质层面享受无穷，和天界享乐毫无差别。可真正的煎熬从来不在身体，而在心灵。整部佛经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状态：500岁中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，声闻圣众。我们修行之人一生所求无非2件事，一是离苦得乐，二是听闻佛法，明心见性，解脱轮回。边地移城满足了前者，却彻底阻断了后者。人活一世，物质享乐只能填补一时的空虚，唯有佛法能安顿本心。当无尽的荣华搭配无尽的孤独与迷茫，这种有福无慧的状态，便是佛经所言受诸灾患如同坐牢的本意。佛陀唯恐世人难以理解，特意用了一个极其贴切的譬喻：内里装饰华美，床帐香乐一应俱全，囚犯的吃穿用度和王公贵族毫无区别。可人身处其中，失去自由，不得外出。纵有万千享乐，依旧是囚徒，边地移城。就是极乐世界里这样一座豪华牢狱，它没有铁链枷锁，没有打骂折磨，却用众生自心的疑惑化作无形枷锁，困住修行之路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自然会生出疑问：同样是念佛行善发愿往生，为什么有的人直见佛陀，有的人却落入疑城？这座看似温柔的牢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根源，解开这个核心谜题。无量寿经用一句极简的话点明了所有根源：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所有堕入边地疑城的众生有一个共同标签：修了善法，发了往生之愿，却始终带着一颗摇摆不定的疑心。他们并非不信有极乐世界，也并非完全不信阿弥陀佛，而是半信半疑，心中始终有犹豫，有揣测，有不解。经文进一步细化，这份疑惑集中针对阿弥陀佛的5种圆满智慧：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成广智、无等无伦、最上圣智。这里要严谨说明，这5项是佛陀圆满智慧的5个维度。经文是整体描述众生不了佛智，心生疑谤，并非拆分出5种一一对应的疑心。后世祖师的解读是义理延伸。我们要区分经文原文与祖师发挥，不混淆本源。简单用大白话翻译这份疑惑：有人怀疑阿弥陀佛的愿力真的能救度末法众生吗？有人怀疑一句简单的南无阿弥陀佛真能消无量业障，横超3界吗？有人怀疑凡夫带业往生真能在极乐世界快速成就佛果吗？这些念头看似只是心里想一想，却成了往生路上最大的障碍。这里有一个极具冲击力也最让人警醒的对比：佛经明确记载，忤逆十恶，造下极重罪业之人，临终之时，只要听闻佛号，升起一念真切信愿，10念乃至1念之间，
便可成功往生极乐，直入莲台，不会落入边地。反观一部分持戒行善、日日念佛、积功累德的修行人，只因心中疑云不散，反倒被困在疑城500年。很多人读到此处难以理解，为何重罪之人易往生，善心之人反倒受困？答案不在善恶业力的轻重，而在心念的纯粹度。造作忤逆十恶之人，临终之际深知地狱苦报现前，走投无路，听闻净土法门，便放下一切杂念，全身心依靠阿弥陀佛，心念专一，毫无保留。而不少平日行善念佛之人，一边修行，一边反复揣测计较观望。我念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功德？佛真的会来接我吗？这个法门是不是太过简易？种种杂念掺杂其中，信心就像风中残烛，摇摆不定。佛法修行，尤其是净土法门，信、愿、行三资粮之中，信为首位。心有疑惑，愿就不恳切，行就不踏实。纵然日日念佛行善，也如同隔着一层薄纱，无法与佛愿相应。放到我们当下的末法时代，每一位修行人都可以对照自身现代人的疑心，大致分为4类，也是最容易障碍我们的心病。第一类是被世俗科学观念束缚而生的疑。很多人习惯用肉眼、用现实逻辑去衡量佛法，认为看不见摸不着便是虚妄，总想让佛陀现身，让极乐现世才肯全然相信。可佛法是心性之学，如同盲人不见日月，并非日月不存在，而是自身根器与眼界受限。用物质世界的规则去衡量超越世间的净土境界，本身就是认知上的偏差。第二类是功利心催生的疑。不少人念佛行善，最初的发心夹杂着现实诉求，求健康、求财运、求家庭顺遂。一旦短期内没有看到现实回报，便心生动摇。念佛到底有没有用？是不是白修了？把净土往生的终极目标等同于世间求财求福，愿力浅薄，疑心自然随之而来。第三类是因果认知不足而生的疑，看到世间好人受苦，恶人享福，便怀疑因果轮回是否真实。要知道因果通3世，今生的境遇是过去业力成熟，今生的善恶又会种下未来的果报。一时的表象不能代表因果的全貌，看不懂轮回流转，就容易动摇修行的信心。第4类也是最可惜的一类，是自我轻贱而生的疑。很多修行人总觉得自己业障深重，习气满身，犯下无数过错，反复自问，像我这样劣根深重的凡夫，阿弥陀佛真的愿意救度吗？这份自卑与不安本质也是疑心。阿弥陀佛的48愿平等摄受一切众生，不分贫富、善恶、咸愚，只要肯回头依靠，便不会舍弃。这4类疑心藏在很多人的心底，平时不曾察觉，却悄悄拉开了我们与净土之间的距离。现在想必大家已经明白疑心的危害。而千余年来，历代净土宗祖师针对边地疑城算不算正式往生，是否归入9品这一问题，有着不同的解读与辨析。这些祖师智慧能帮我们把义理理解得更加透彻。自《无量寿经》流传以来，汉地海东诸多祖师结合修行实践，对边地疑城的定位、属性展开辨析，形成了2大主流观点，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是解读角度不同，也是净土义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首先是北魏昙鸾大师，净土宗早期核心祖师之一，他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：边地疑城众生不入3辈9品，别为一类。极乐世界往生众生分为上中下3辈，每一辈又分3品，
合称三倍九品，对应不同的善根、愿行与境界。谭鸾大师认为，三倍九品皆是信心坚固、愿行圆满之人，是正途往生。而心存疑惑、落入疑城者，心念不纯、资粮有缺，不属于三倍之内，是独立的一类特殊往生境界。这个观点侧重从心念纯粹度划分境界，也是后世多数大德认同的主流看法。其次是唐代善导大师净土宗集大成者，他的解读更为圆融。善导大师认为，边地移城可以归属于下品往生的范畴，是下品往生之中心念最薄弱的一类。善导大师的立足点在于阿弥陀佛平等大愿，他认为但凡能够发愿往生之人，哪怕疑心重重，也是与净土有缘，已脱离六道轮回，终究有出离之日，整体归摄在下品之中。同时，善导大师还延伸出一个重要概念：谢曼国。这里必须严谨区分，谢曼国并非无量寿经原文内容，是善导大师结合修行现象提出的警示境界。谢曼国的众生与边地移城又有不同，这类人往往修行多年，自持修行功夫，心生轻慢、傲慢，认为自己修行高深，往生理所当然，轻视简易持名法门，慢心遮障本心，其障碍比单纯的疑心更深，出离也更为艰难。很多人容易将谢曼国与边地移城混淆，大家一定要分清，移城起于疑惑，谢曼国起于骄慢，二障不同，境界有别。除了两位祖师，新罗元晓法师的开示尤为暖心，也给了很多普通修行人极大的安慰。元晓法师讲到，虽未明解，但能养信，亦不堕边地。这句话点透了信心的本质。我们末法凡夫，智慧浅薄，很难彻底通达佛智，彻悟净土义理，这是常态。佛陀从来不会要求凡夫都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才允许往生，哪怕你不懂深奥的法理，只是听闻之后发自内心的仰望、信赖、依靠阿弥陀佛，这份朴素的仰信就足以避开边地移城，直入净土正途。真正可怕的不是不懂，而是一边听闻一边揣测怀疑。不懂可以慢慢学，疑心却会直接阻断愿力。到了近现代，黄念祖老居士注解《无量寿经》，结合时代根基，对边地移城的本质做了升华解读，也是最触动人心的一段开示。黄老居士直言，边地移城不是阿弥陀佛的惩罚，而是佛最深沉的慈悲与保护。这句话颠覆了很多人犯错受罚的固有认知。我们可以换位思考，一个疑心极重的众生，内心还无法承受佛陀无量光明、无量威德，如果强行让他直面圣境，亲见诸佛，薄弱的信心会被强烈的境界冲击，进而生出恐惧、诽谤，反而造下更大罪业，堕入恶道。阿弥陀佛洞悉每一个众生的根器，于是善巧设立这片七宝大城，先用圆满的物质环境安稳其身心，隔绝外界恶缘，让众生在安全无干扰的环境中慢慢沉淀、反思、消解自心的疑根。这就如同长辈引导晚辈，不会让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直接踏入复杂险境，而是先安排一处安稳之所，慢慢历练成长。所谓坐牢，是众生自心疑心所化的牢笼，佛从未设下枷锁，500年的实现也是顺应众生心性成熟的过程。当代净土大德也延续了这一思路，反复提醒修行人，疑是根本烦恼之一，属于6大烦恼范畴。它不像贪嗔那样激烈，却如温水煮青蛙，慢慢消磨修行的动力与信心。对治疑心是每一位净土行者日常必修的功课。
梳理完千年祖师的观点，我们再做横向对比，把边地宜城和大家最熟悉的下品下生传统八难放在一起，参照高下苦乐难易，便能一目了然。先说说下品下生吧。下品下生的众生都是造了忤逆十恶重罪的人，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开导，一念信，愿念佛，才得以往生极乐。他们往生之后，莲花是闭合的，要在莲花里面待12大劫。12大劫是多久呢？这个数字非常夸张，是161亿2800万年。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啊，他们就安住在莲花里面。很多人以为莲花里面是黑暗的、痛苦的，其实不是的。极乐世界的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，里面清净安乐，没有任何痛苦。他们在莲花里面就像在禅定中一样，不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。他们的罪业要在莲花里面慢慢消，等到12大劫期满，莲花才会开放。莲花开了之后，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阿弥陀佛，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。2位菩萨会用慈悲的声音给他们讲诸法实相，教他们除灭罪法。他们听了之后才能升起信心，发无上道心，然后慢慢修行，直到见到阿弥陀佛。那边地宜城的众生呢？他们只需要待500岁，而且是极乐世界的500岁，不是人间的500岁。极乐世界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一劫，不过这个我们不用细算，反正比12大劫要短得多得多。在这500岁里，他们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，声闻圣众。他们拥有世间人梦寐以求的一切，但那种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，那种想见佛而不得的遗憾，是物质享乐永远无法填补的。佛经里说他们心不开解，亦不欢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想想看啊，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明明阿弥陀佛就在不远处讲法，可你就是过不去，就是见不到。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口渴的人站在河边却喝不到水一样难受。而且啊，边地宜城的众生，他们是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的。佛经里说，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，疑惑所致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是自己的疑心把自己挡在了极乐世界的大门外面。这种自责和后悔会一直伴随着他们，直到疑根断除的那一天。所以啊，这2种苦真的很难比较。下品下生是漫长的等待，12大劫的时间漫长的让人无法想象，而边地宜城是清醒的煎熬。你明明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却得不到；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却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500年的代价。除了和下品下生对比啊，还有很多人会把边地宜城和我们世间的八难，也就是八无暇混为一谈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什么是八难呢？就是8种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的处境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长寿天、北俱泸州、盲聋哑、世智变聪、佛前佛后。其中的北俱泸州也叫边地，那里的众生寿命1000岁，衣食无忧，可就是没有佛法，一辈子都听不到三宝的名字。关于北俱泸州和长寿天，我专门出过影片详细讲解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，非常有意思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很多人说极乐世界的边地宜城不就是和北俱泸州一样吗？其实啊，它们有本质的区别。北俱泸州的边地是恶业所感的果报，你生在那里就永远没有机会听闻佛法，命终之后随业流转，继续轮回，那是真正的绝境，没有任何希望。而极乐世界的边地宜城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方便。你虽然暂时听不到佛法，可当500岁期满，你一定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听闻妙法，开始修行，
一个是没有希望的苦，一个是充满希望的苦，这就是他们最根本的区别。所以啊，历代祖师都反复强调，边地宜城虽然不好，可比起在六道轮回里受苦，已经好太多太多了。能往生到边地宜城，也已经是天大的福报了。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觉得边地宜城也没关系啊。我们修行的目标是直接见到阿弥陀佛，是直登九品，而不是去边地宜城待500年。在这里分享一则宋代流传的修行公案，是古大德记录的真实感应故事。宋代有一位居士，一生持名念佛，乐善好施，平日修行十分精进，但他内心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疑惑：一句佛号真能横超生死吗？这份疑心伴随他一生，临命终时念佛不断，成功往生，神识入于边地宜城，在城中居住100年有余。起初享乐度日，后来心生苦闷，日夜反思过往，终于有一日彻底放下心中揣测，至诚忏悔，一念纯信现前，当下诚开，亲见弥陀。后来这位居士以神通返回人间，托梦告知同修，劝诫众人，修行第一要务便是坚固信心，莫让疑心耽误往生大事。这则公案也印证了，哪怕修行精进，善功深厚，只要疑心未断，依旧会受困，而只要真心转心，断疑生信，随时都能获得解脱。了解了出离之道，我们就要落到当下。既然疑心危害如此之大，我们身处现世，该如何对治自心疑惑，从根源上避开边地宜城？接下来分享几套简单落地、人人可修的实用方法。修行的根本永远是防患于未然，与其往生之后被困疑城，不如现世之中一点点打磨自心，破除疑惑，坚固信愿。下面分享3套方法，不分根基深浅，日常随时可以践行，简单务实。第一套方法，每日意念复盘法，化解看不见就不信的浅层疑心。很多人的疑心源于没有真切感应，总觉得佛法虚无。我们可以养成一个小习惯，每日睡前抽出3-5分钟，静心回想3件事：今日身心得到的安稳，生活中遇到的善缘，念佛之时内心升起的清净感受。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意象，哪怕只是片刻的心安，一次烦恼的减轻，都是佛力加持的体现。可以简单记录下来，日积月累，你会清晰发现，修行不是虚无的，佛法的力量时时刻刻护佑着我们。看得见的境遇会慢慢坚固看不见的信心，久而久之，外在的揣测之心自然淡化。第2套方法，移情转愿法，直面疑心，不压抑，不逃避。修行路上升起疑惑是凡夫常态，不必自责恐慌，越压抑疑心越顽固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当佛真的存在吗？念佛有用吗？这类念头冒出来时，坦然正视它，然后至诚发声：阿弥陀佛，弟子业障深重，心生疑惑，深感惭愧，恳请佛力加持，消我疑障，令我身心归命，一心向您。把内心的怀疑转化为求佛加持的恳切愿力。念头来了，不跟着胡思乱想，而是借以祈愿。久而久之，疑心的力量会越来越弱，归命之心越来越强。这是历代修行人验证过的对治疑心最直接的方法。第3套方法，临终一念提思法，提前做好心念预备，守住最后一关。人到临终，4大分离，身心痛苦，往昔杂念、疑心最容易翻涌，也是考验信心的关键时刻。我们平日修行可以常常自我提醒，此生唯一归宿便是西方极乐，唯一依靠便是阿弥陀佛。无论未来境遇如何，
临终之时，放下一切牵挂，一切揣测，只守一句佛号，只存一念归命。不需要高深定力，不需要通达法理，临终当下，一念纯信，十念必生。哪怕平日有诸多疑惑，临终一念彻底放下，也能避开边地，直入莲台。除了固定的修行方法，再给大家几句日常修行的忠告。其一，少空谈玄理，多老实持名。末法时代，凡夫智慧有限，钻研过多深奥义理，反而容易生出分别揣测，不如安守一句佛号，行住坐卧，念念不舍，心念专一，信心自然稳固。其二，多亲近善知识，远离邪见杂论。网络之上说法纷繁杂乱，很多偏颇言论，专门动摇人心。守住正法道场，亲近老实修行的同修，耳根清净，心念才不会被外境扰乱。其三，正视自身习气，常生忏悔之心。疑心本质是我执的一种体现，总以自我认知为标准，常常忏悔我执偏执，放下以己度佛的心态，谦卑归命，信心才会纯粹。方法讲完，修行重在践行。而解读完整部边地遗城的来龙去脉，我们最后聊聊这片境界背后，佛陀想要传递给所有修行人的终极深意到底是什么？整部无量寿经记载边地遗城，从来不是为了恐吓众生，而是一面映照心性的镜子，一句穿越千年的提醒。我们透过这一处净土意境，能读懂三层深刻的修行哲理。第一层，重新理解佛教所说的苦。世人总以为饥饿、病痛、贫穷、囚禁才是苦，而边地遗城告诉我们，最大的苦是拥有一切享乐，却失去了成长与觉悟的机缘。物质的富足填补不了心灵的空洞，外在的自由抵不过内心的枷锁。求不得苦分为很多层次，求衣食，求安稳，都是浅层；求觉悟，求正法而不得，才是轮回众生最深的痛苦。极乐世界本是离苦之地，只因众生自心有疑，便就地生出苦境，境由心生。这四个字在边地遗城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第二层，看清疑这个烦恼的破坏力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嫉妒六大根本烦恼缠绕众生轮回不休。贪嗔凶猛，容易被察觉，世人都会刻意对峙而疑心隐微，如同慢毒，悄悄障碍修行。它不会让你立刻堕入恶道，却会让你止步不前，空耗福报。修行一生，福报可以慢慢积累，善功可以慢慢培植，唯有信心一旦摇摆，所有修行都会大打折扣。净土法门以信为根基，根基不稳，楼阁难成。第三层，体悟阿弥陀佛圆满无碍的大慈悲。真正的慈悲不是一味纵容，不是无条件迁就，而是因材施教，护持根器。阿弥陀佛有能力接引一切众生直入圣境，却根据每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设立不同境界。对信心坚固者，直接接引亲近道场；对疑心重者，设立仪程慢慢调伏；对重罪忏悔者，莲花闭合慢慢消业。平等愿力之中蕴含着极致的智慧与温柔。佛不放弃任何一个轮回众生，哪怕你半信半疑，只要有一念往生之愿，依旧会被接引，只是需要你慢慢修心。最后我们要明白一个核心，往生极乐不是修行的终点，而是真正修行的起点。很多人把往生当成享福养老，这是最大的误解。往生净土是为了脱离轮回，安心修行，直至成佛，在道驾慈航，回归世间，救度众生。如果带着杂念疑心去往净土，哪怕肉身脱离六道，心性依旧被困，
修行之路依旧坎坷。愿每一位听闻本篇内容的同修都能以此为警，反观自心，扫除疑云，坚固信愿。讲到这里，关于极乐世界边地遗城的全部内容就完整分享完毕了。我们从实景样貌讲到成因根源，从祖师辨析讲到境界对比，从出离之道讲到现世实修，最后解读背后的修行深意。从头到尾全部依托佛经原文与历代大德注解，力求严谨如实。我再次重申，今天讲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心生恐惧，而是为了警醒自心。修行最怕的不是业障深重，而是心念摇摆。业障可以忏悔消除，疑心却会阻断往生之路。我们都是末法凡夫，有疑惑有杂念都是正常现象，不必因此焦虑自责。发现疑心，直面疑心，化解疑心，便是修行进步的过程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也可以聊聊修行路上遇到的困惑，同修之间互相勉励，互相提点。如果这一期内容让你有所收获，恳请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身边一同修行的道友。一人警醒，多人受益，也是一份善缘。愿我们每一位发愿往生净土的修行人都能破除疑障，一心归命，信愿行三资，良圆满。临命终时，莲开见佛，直入极乐九品，永不堕入边地疑城。南无阿弥陀佛。